胆肥的弟弟吵着要去可可西里无人区自驾游，而我只说了句无人区太危险，小妈当即给了我一电炮，让我爱去不去滚。最后我们一家还是上了路。晚上我们迷路了，还遇到前面有人拦车，我提醒他们别开门。爸爸骂我做人太自私，小妈转眼打开了车门。车外是可爱的人面犬，他一口叼住我的胳膊，小妈却不救我，还把我推出去。在睁眼，我回到楚生吵着要去无人区那天，我再次提醒，小妈依旧让我滚。好嘞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把我衣服洗干净哦，干了好好熨一下。楚生一脸不屑地从我身边经过，用脚踢了一下我的盆，水溅在身上，凉得我一激灵。我这才真实地感觉到我重生了。楚生还是走到客厅，爸比，放假咱们自驾去可可西里吧，我有个同学清明节去了，特别好看。哈哈哈。可是我已经跟你奶奶说好了，回村里陪她。村里有什么好玩的？去嘛，爸比。正好咱家买新车了，这车最适合去无人区玩哦。楚生对着爸爸撒娇，我看着这一幕有点恍惚。上一世也是这样，楚生缠着爸爸要去可可西里玩，因为他同桌清明节去过，每天跟他炫耀。爸爸正犹豫的时候，小妈走了出来。胡一统，几件衣服你洗一上午了，晚准备什么时候刷？依旧是这尖酸刻薄的声音。我家有洗衣机，也有洗碗机，不过这些电器只要我在家就从来没开过。等我干完活，他们已经确定了自驾去可可西里无人区。楚生兴奋地点开软件买设备，我见状问：放假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可可西里呀，便宜你了。要不是沾楚生的光，你能去这种好地方？我好心提醒道。网上说这种无人区还是少去，就算是探险家里也有出事的风险。楚生立马不高兴了。妈咪，你看他就知道扫兴。果不其然，小妈跟上辈子一样，抬手给了我一电炮。什么玩意？爱去不去就滚！我的脸火辣辣的疼，怒火一上头，我直接发疯，大手一挥，炸鸡给掀了。我受够了，你让我去我还不去呢。我在家一直都是乖巧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如今整这么一出，把3个人都吓了一跳。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我回卧室拿了书包往外跑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小妈终于反应过来。胡一统，有本事你走了就别回来。我头也不回，重重的把门关上。闹这么一出，估计我想去他们也不让去了。我回到宿舍休息，楚生和我是一个学校的。等到晚自习，我去找他要这周的生活费。我到他们班的时候，楚生正跟旁边的同学炫耀他放假要去可可西里的事。我妈咪已经买好全部东西了，到时候给你们拍照片。我这次要比马超走得更远。马超是楚生的同桌，听到这话，马超急了：你不可能比我走得远！我爸爸说我们到的地方已经是边界了，再往里面走就会出事。楚生扬起头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那是因为你爸没本事了，我爸比以前练过武，能徒手打死狼。我想起上一世我们开车到可可西里一个地方，上面有告示牌写着再往里进会很危险。当时爸爸是有点犹豫，不想走，但是楚生不问，说他同学就走到了这里，他必须比同学走得远。于是小妈就逼着爸爸又往里面开。爸爸开了一会就找不到路了。我们是下午进去的，结果到晚上还不知道怎么回大路。这时我们车前面出现了一个人，还对着我们车挥了挥手。已经找了一下午路的爸爸感觉看到了希望，就在那个人面前停下来。那个人就开始敲我们窗户。我和小妈坐在后排，爸爸对我说：这应该是当地人，一统赶紧开门，咱们拉上他就能出去了。我想起来在书里看过，无人区遇到招手的人一定不要停下来，因为遇到这种事只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真人，在这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遇见的真人不是劫匪就是亡命徒，还有一种情况，招手的是人面犬，他们非常聪明，能模仿人的动作。车外的人一直在敲窗却不说话，我感觉是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爸，黑灯瞎火的啥都看不见，咱们还是直接开车走吧。一般我说什么楚生都会抬个杠，那次也不例外。胡一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被害妄想症啊？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坏人？读了点书你就了不得了，我们2个大人还不如你个孩子判断力强呗。让你打开门你就打开，怎么这么多废话？快开门！见我不愿意，小妈骂骂咧咧地开了门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就伸了进来，我的胳膊瞬间剧痛。爸，小妈救我！尽管我不顾一切的挣扎，可人类的力量怎么可能抵抗得了熊？在我的惨叫中，小妈迅速关上门。此时我只能在绝望中看着渐渐远去的汽车。想到这里，我冷汗直流，一阵后怕，直到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，我才从恐惧中解脱出来。一回头对上楚生的臭脸，找我干嘛？这周的生活费给我。我和楚生只差1岁，但是我们在全校都很出名。我是年级前10，楚生是他们年级倒数第一。楚生每双鞋子都超过4位数，衣服也都是名牌，而我1年4季都只穿1双鞋，只有4身衣服换着穿。爸和小妈一开始说生活费每个人1星期给50，可是在我们学校50根本不够生活，所以我每天不吃晚饭，早饭就吃1个鸡蛋1杯奶，中午打2个馒头就着辣椒酱吃。楚生生活却比我好得多，每天都在食堂点小炒。为此我找过小妈，却换来了一顿骂。你天天不好好上学就知道跟楚生比，我怎么可能给他钱？那为什么楚生每天都在食堂吃小炒？那肯定是别人请他的呗。楚生朋友多，不像你连个朋友都没有。当时我就一肚子火。是我不想交朋友吗？是我根本没时间交朋友。不管是放假还是节假日，我就有干不完的家务，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小妈确实没有多给楚生钱，她只是提前给楚生饭卡里充了5000块钱，什么时候吃完什么时候再充。笑话，你的生活费妈咪又没给我，那我吃什么？我哪知道？谁让你顶撞我妈咪，活该！
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以前只要我做了让小妈不高兴的事，她就会直接断我生活费，甚至威胁不让我上学。每次我都委曲求全，可最后换来的是她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出车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离开。他们不给，你给我。哼，凭什么？你不给我，我就把你追你们班那个女生的事告诉你妈。楚生追求他们班一个女同学，搞得人尽皆知。只不过人家女同学不瞎，看不上他这种妈宝男。经过上一辈子的经历，我才知道，小妈讨厌所有出现在楚生身边的异性。之前有一次，楚生被大一的学妹追求，被小妈知道。小妈指着人家学妹鼻子骂得很难听，把人家吓跑了。这件事让楚生成为众人的笑柄。一想起这事，楚生立马急眼了，他抓着我的衣服：“胡一彤，谁允许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你再说一个试试，我打死你！”我一脸不屑地看着他。哼，你都要打死我了，那我更得说了，反正小妈每天也会给我打电话问你情况。楚生表情像是吃了粑粑，随后松开手，脱口而出一个脏字，最后从兜里掏出50块钱。我冷漠地说：“我要100块。”楚生骂骂咧咧，又掏出来50，他指着我的脸警告：“你敢多一句嘴试试？”虽然有了100块钱，我还是不敢乱花。不过日子比之前好一点了，至少我在中午的时候敢点一个土豆丝了。我记得上一是30号就开始放假，当时爸和小妈还特意提前请了2天假，29号下午就出发去无人区。这一周小妈也没有给我打电话问她儿子的情况，我想无论如何她也不会带我去了。结果29号下午他们居然在宿舍门口等我，我不情不愿慢悠悠走出来。这次小妈坐在副驾驶座，楚生坐在后排。一彤，你磨蹭什么呢？快上车，一会儿就该堵车了。不是说不带我的吗？咱们一家人干什么都要在一起。小妈在一旁冷嘲热讽：“你拿人家当家人，人家拿你当家人了吗？”我再一次表示自己的想法：“我不想去。”这话把小妈惹恼了，龇牙咧嘴地看着我：“给你脸了，让你去就去，再说一句我揍你。”小妈说揍那是真揍，我曾经被她打断3根肋骨，所以每次她一龇牙，我整颗心都会打颤。我不敢再说话。楚生在旁边发出渐渐的笑，车越走越远，眼看马上就要上高速。我想啊想，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我抱着肚子怪叫起来。哎呀呀呀！我肚子疼啊！人啊！我捂着肚子，浑身发抖，一直叫疼的受不了。没办法，爸爸只好就近找了个小诊所。我一看到诊所就放心了，就知道他们肯定不舍得送我去大医院。小诊所没有检查设备，医生在我肚子上摸来摸去。还好我平日里看的书多，懂一点点医学常识。最后医生对爸爸说：“是肠胃炎哦，要打吊针。”医生啊，能不能开点药？我们还要去旅游呢。医生在纸上开好医嘱，让他去交费，并且坚决告诉他不行的哦，你看他疼的路都走不了，怎么跟你去旅游？打吊针吧。爸爸拿着单子去交费，小妈狠狠地瞪我一眼。碍于场合，他没有大张大合打骂我，而是用手拧了我胳膊。你个混小子，就你金贵！楚生在一旁非常的不耐烦。妈妈咪呀，还能不能去了啦？小妈连忙哄他：“去，当然去，乖乖，不管他了，咱们直接去。”爸这时候把药拿回来，我假装强忍着疼痛央求他们：“小妈，我想去。”楚生眼睛里闪过一丝邪恶。妈咪，他去我就不去了。说完，他扭头就走。小妈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你个扫把星，自己在家里待着吧。”还好爸有一点点人性，他给我留了点钱后直接追出去，生怕那母子俩不高兴。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身心舒畅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再见了。我没有输液，等他们走后，我把药都给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妈把到达可可西里的图片发在了家族群里，亲戚们都看见了。小姑酸溜溜地说：“还是二哥家生活条件好，去那么远的地方玩，哪像咱们天生劳碌命。”小妈故意炫耀：“没办法，谁让我有个好老公和好儿子呢？”这时大伯也冒了出来：“你们在无人区小心一点啊，那里太危险了。”爸爸立马回复收到。我知道，就算是所有人劝他们也没用，爸爸他们太自大了。掐指一算，今天晚上他们就要渡劫了。这时小妈给我私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好好把家里打扫打扫，要是我回去看到特别脏，你就等着挨收拾。”我没有回复她。小妈，你能回来再说吧。果不其然，上午小妈还在群里疯狂发照片，慢慢的就没动静了，偶尔会蹦出来一句：“哎呦，这里信号太差了。”到了下午2点，他们就失联了。我试着打了几个电话，都显示不在服务区。我悠哉悠哉的喝着奶茶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喝过奶茶。小妈说小孩子喝这种东西会发胖，所以只给楚生买。零食也是，她不让我吃零食，说是对身体不好，其实是怕我抢楚生的。晚上我很早就睡了，一觉睡到了大天亮。醒来的时候，群里正在疯狂讨论爸妈失联这件事。大伯艾特我：“一统，你爸妈跟你联系了吗？”没有啊。这都多久了？肯定出事了，报警吧。他们发的都是文字，可我在字里行间似乎感受到一丝幸灾乐祸。当天早上，大伯就去了衙门，小姑来我们家陪我，说是陪我。他在我家里左看右看，趁我不注意，往包里塞了不少小妈的化妆品。2天后，大伯带着我们去了机场。一统，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了，大伯不骗你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佯装崩溃的流了2滴眼泪，坐在飞机上尽量表现的心神不宁。大伯和小姑像是转了性子，一反常态的对我照顾有加。下了飞机，我们见到了当地帽子叔叔，他告诉我小妈楚生已经遇难了，楚生尸体被熊吃了一半丢在路边，小妈没被吃，但是面目全非。爸爸在距离他们几百米外的车里不出来，应该是受到了惊吓。
他们让我们去劝劝，看看能不能把爸爸劝出来。因为小妈和楚生的状态太惨，帽子叔叔不建议让我看，只让大伯和小布看了。他们从太平间出来就一直干呕，看起来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之后，帽子叔叔拉着我们去了爸爸所在的位置。透过车窗，我看到爸爸的脸色灰白，蜷缩在驾驶位，双眼无神。如果不是胸廓起伏，简直不像活人。二哥，我们来了。小姑先是拍了拍窗户，她一拍窗户倒是把我爸拍火了，他整个人机灵了一下，接着全身发抖，下意识去发动汽车，再怎么折腾也没动静。二哥不会是傻了吧？我能感受到爸爸经历了什么，也知道他为什么对拍玻璃这么应激。大伯没有拍玻璃，隔着车窗对爸爸说：“二弟，是我们啊，你开门，我是大哥。”他们两个来回劝，爸爸都只是死死握着方向盘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期间，小姑和大伯还一直让我也喊一喊，我象征性地喊了2声：“大伯呀，出来吧！”我们3个人喉咙都喊干了，爸爸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最后，警方提出了一个方案，他们找人从后备箱钻进去开门，然后由专业人士给爸爸注射镇定剂，问我们同不同意。大伯直接就同意了，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大家都很专业，只是在接触爸爸的时候，他发出了猪一样的惨叫声。打完镇定，救护车就把爸爸拉走了。他2天2夜没喝水吃饭，外加精神高度紧张，身体状态非常差，送进医院没2个小时，爸爸就被收进 ICU， 后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小妈和楚生直接就地火化，大伯和小姑很积极地处理他们2个的后事。一切处理完以后，帽子叔叔调查出了小妈和楚生的真实死因，跟上一世一样，还是遇到熊敲门。他们把门打开了，这次打开门的是楚生。楚生被熊抓出去以后，小妈直接跳下车去。小妈一瞬间就被咬了脖子，爸爸本来要帮忙，看到这样也不敢下车，直接开车保命了。在医院的时候，大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我还没回答，小姑就来了。她见到我，直接抱住我，流着眼泪。一彤，以后姑姑抚养你好不好？我绝对不会像你小妈那样区别对待。大伯一听这话不乐意了，一统是我们胡家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一统跟我们住在一起，户口也转移到我名下。小姑直接翻了个白眼。大哥，二哥还没死呢，你就这么着急啊？一统愿意跟谁，你让他自己选择呗。说完，小姑抓着我的手，笑得很吓人。一彤，小姑最喜欢你了，小时候还给你买过玩具，你记得吗？他们2个之所以争抢我的心思，完全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我家里条件好，他们知道的。爸爸名下至少有3套房子，现在小妈和楚生死了，爸爸生死未卜。他们不是想争着抚养我，而是想要遗产。他们觉得我是小孩子，不懂这些，殊不知我是从活一次的人。大伯和小姑还在争吵我的抚养权，我直接开口：“抱歉，我谁也不干。”2人顿时愣住了，小姑赶紧开口：“一彤，你别冲动，你看你爸这样子，能不能出来还两难。你跟着小姑，小姑保证供你读完大学啊！用得着你供吗？我爸这么有钱，学费不是小儿科了。”胡一彤，小姑说变脸就变脸，活该你小妈虐待你。我平静地盯着他们看，原来他们都知道小妈虐待我，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，他们却还在说喜欢我。大伯和小姑最后也没争赢，因为爸爸醒了，但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刺激，他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以后，被送去了我们当地的精神疗养院。每当放假，我都会去看他，他的神志是好是坏，有时会对着我大哭，说他错了，后悔了，说自从我亲生母亲意外离世后就没关心过我。其实母亲离世的时候我才几个月大，记忆中我更渴望的是得到爸爸的认可，但这个家从我懂事开始就没感受过亲情的温暖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爸爸的精神状态日渐好转，我们似乎也在跟过去的彼此和解。我会等着他康复，带他看一看长河落日。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最终还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随他去。